我们要不把妈给的钱还上吧？我听见丈夫说出这句话，心都凉了。当初那钱就是婆婆说好了给我们生孩子用的，没这个钱，我们还不一定这么早生孩子。现在跟我撕破脸了，又说要回去了，但给就给了，就当是买个清净。可婆婆这次生病住院，丈夫竟然还要我去照顾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结婚3年，我和陈浩一直按计划攒钱，准备等经济条件成熟再要孩子。我们都是普通公司职员，房贷车贷压在肩上，每个月存不了多少钱。我们商量好，至少要攒够20万的孩子基金才考虑生育，这样才能保证孩子和我们都有良好的生活质量。可婆婆不这么想，自从我们结婚第2年，她就开始频繁来我们家做客，每次来都要问，什么时候给我抱孙子啊？妈，我们现在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，想再攒点钱。陈浩好几次这么回答。什么叫条件不好？我当年生你的时候，连3室一厅都没有，你爸1个月才挣几百块，现在你们2个都有工作，怎么就养不起孩子了？婆婆总是这样不屑的回应。那天，婆婆又来我家，脸上挂着异常热情的笑容。饭桌上，她突然从包里掏出一个红包，郑重地放在桌中央，这是10万块钱。我和你爸攒了好久的，你们不是说没钱养孩子吗？这下总该没借口了吧？我和陈浩面面相觑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总觉得这钱收了会有麻烦。妈，这太多了，我们不能要，拿着，这是我和你爸的一片心意。婆婆拍了拍胸口，我就指望抱孙子了。陈浩犹豫了一下，看向我，我明白他的意思。婆婆给的这笔钱正好能弥补我们孩子基金的不足，如果真要孩子，月子和孩子后期照顾怎么办？我小声问陈浩，婆婆听见了，立刻说，这你放心，我可是带过孩子的老手了，到时候我全包了，保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我看着婆婆信誓旦旦的样子，心里半信半疑。但既然钱的问题解决了，我和陈浩商量后决定要孩子，很快我就怀孕了。婆婆听到消息开心的不得了，逢人就说我要当奶奶了。她常常来我家帮我准备营养餐，嘴上不停地念叨，我一定会把你照顾好，你放宽心。可慢慢我就开始发现，婆婆的照顾并不如她说的那么好。她做的饭要么太咸，要么太淡，打扫卫生总是留下死角，洗衣服时经常把我的内衣和陈浩的袜子混在一起洗。但我想着她毕竟是好心，也就忍了。直到我生下女儿小新之后，出院回家那天，婆婆主动承担起了照顾我和小新的责任。我有经验，你们放心，她自信满满地说。可第1天的午餐，我吃了一口汤就被辣得眼泪直流。妈，月子里不能吃辣的，钟雅身体刚恢复。陈浩震惊地说，是吗？我生你的时候什么都吃啊，不也没事。婆婆满不在乎。第2天早上，我起床发现自己感冒了。婆婆昨晚开着窗户，说是通风好，结果我整晚被冷风吹。小新哭闹时，婆婆也总是手忙脚乱，换尿布也经常漏尿，把小新的小屁股都弄红了。那1周，我几乎睡不好觉，身体越来越虚弱。陈浩看不下去了，提出送我去月子中心。去什么月子中心啊？那么贵，我不是能照顾吗？婆婆不满地说，妈，你看钟雅都感冒了，身体这么虚弱，怎么照顾孩子？陈浩坚持道。就这样，我和小新住进了月子中心。那1个月是我产后唯一感到平静和安心的时光。从月子中心回来，
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。婆婆依然住在我们家，说要继续帮忙照顾小新。你们都要上班，小新得有人看着，请保姆太贵了，我来照顾最合适，反正我没事干。婆婆一脸理所当然。我和陈浩商量后，觉得让婆婆帮忙确实能省一笔钱，就同意了。我休完产假后，每天把小新交给婆婆照顾，自己去上班。但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，每天下班回家，婆婆总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家里却乱糟糟的。小新的尿不湿了也不及时换，奶瓶也经常没洗干净。妈，怎么回事啊？小新的衣服都没换。我忍不住问道。哎呀，我一个人照顾这么个小祖宗，忙不过来啊。婆婆抹着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。你知道今天小新哭了多久吗？我差点急死了。我看着小新安静的样子，实在很难相信他哭闹不止。但我刚回来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自己动手收拾家务，洗奶瓶，给小新换洗。每天晚上我忙到11点才能躺下，早上6点又得起床准备上班的事情。一周下来，我疲惫不堪。周末我在厨房准备晚餐时，无意中听到婆婆在客厅打电话。婆婆的语气得意洋洋。是啊，小新可乖了，一点都不哭。我每天照顾的可周到了，饭也做，家务也干，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我儿媳妇倒是轻松，每天上班去了，孩子全靠我照顾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不懂感恩。我手中的锅铲差点掉到地上，这跟我每天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。我受不了了，当即就决定请个保姆照顾小新。我觉得还是请个保姆吧，这样妈也能轻松点。我试图用最委婉的方式提出来。什么？请保姆？你是嫌我照顾得不好？婆婆立刻炸毛了。我把你们家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小新照顾得多好啊，你怎么这么不知足呢？妈，家里确实有点乱，我看是你太挑剔了，我带大陈浩都没这么多事。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矫情。眼看着婆媳关系一触即发，陈浩只好出来打圆场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妈，你年纪大了，照顾孩子确实挺累的，要不这样，我们请个小时工，每天来几个小时帮忙做家务，你专心带小新，怎么样？婆婆不情不愿地同意了，但从那以后，她看我的眼神就充满了敌意。转眼到了小新满月，按照习俗要举办满月酒，婆婆邀请了一大堆亲戚来我家。饭桌上，婆婆的表演又开始了。哎呀，这1个月可把我累坏了。她夸张地叹气，每天照顾小新，还要做家务，我这把老骨头啊，真是吃不消。婆婆嘛，您辛苦了。亲戚们纷纷附和，可不是吗？钟雅有工作，我就只能多操心了。婆婆一脸委屈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会带孩子。我听不下去了，放下碗筷，直视婆婆。妈，您说的是哪个家啊？要不是我每天回来加班加点收拾家务，我们家早就乱成狗窝了。说实话，这1个月小新的尿布都是我换的比较多吧。餐桌上一片寂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钟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婆婆放下筷子，脸色铁青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实话实说。我平静地说，您说您照顾小新很辛苦，可事实是我每天回家都要重新收拾家务，洗奶瓶，换尿布。您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看电视，就是在跟姐妹打麻将。餐桌上的气氛顿时凝固了，亲戚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婆婆气得脸色发白，颤抖着指着我：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不辞辛苦帮你带孩子，
你不感恩就算了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。妈，钟雅不是那个意思。陈浩试图打圆场。你闭嘴！婆婆瞪了陈浩一眼。你媳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难堪，你还帮她说话，你还是不是我儿子了？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僵，本来只是想纠正婆婆的言论，没想到她反应这么激烈。饭局在尴尬的气氛中草草结束，亲戚们找借口纷纷离开。婆婆收拾东西准备回老家，临走前对陈浩说：“那10万块钱是我和你爸养老的钱，本来想着你们生了孩子以后能照顾我们，所以才借给你们。既然你媳妇这么不尊重我，这钱我要回来。”妈，当时您说那是给我们养孩子的。陈浩一脸震惊：“我是你妈，我说什么你都要听。那钱本来就是我的，现在我要回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婆婆理直气壮。我看着陈浩，希望他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可他只是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这让我心凉了半截。浩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轻声问。陈浩抬起头，眼神闪烁。雅雅，要不我们先把钱还给我妈吧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10万块对我们来说不是小数目，而且当初收下这笔钱时，婆婆明确表示是给我们养孩子的，现在翻脸不认账，陈浩居然还向着他。好，钱可以还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婆婆回老家，不再来我们家干涉我们的生活。你，婆婆气得浑身发抖。陈浩，你媳妇赶我走，你就这么看着？陈浩终于开口了。妈，钟雅也是气话。这样吧，钱我们会还给您，但你也别总是指责钟雅，她工作很辛苦，还要照顾小新。我指责她？我哪句话指责她了？婆婆大声反驳。我不管，那钱必须还给我，而且是明天。说完，婆婆摔门而去。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陈浩，以及婴儿床里熟睡的小新。我看着陈浩，心里满是失望。你真的打算把钱还给他？雅雅，你也知道我妈那脾气，钱不还她会没完没了。陈浩叹了口气，我们手头确实紧，但总能想办法的。问题不在钱，而在你妈的态度。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。她明明说那钱是给我们养孩子的，现在翻脸不认，而且她根本就没好好照顾小新，每天在亲戚面前装模作样，说我不顾家，你就这么由着她胡来。陈浩揉了揉太阳穴。我知道我妈做的不对，但她毕竟是我妈啊，这钱我们还是还给她吧，免得以后见面尴尬。好，还钱可以，买个太平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我冷静下来，以后你妈不能再到我们家指手画脚。如果她想见小新，我们可以带小新去她家，但不能住太久。陈浩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头同意了。第二天，他就将卡里的10万积蓄全都给了婆婆。给完，我们几乎也没剩什么钱了。就这样，我和婆婆算是彻底撕破了脸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和婆家的来往减少到最低限度。每年过年，带小新去看望一下老人，其余时间几乎不联系。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。小新健康快乐地成长，我和陈浩的关系也逐渐修复。我们也更加努力赚钱，搬进了新房子，生活蒸蒸日上。直到小新6岁那年，一个电话打破了平静。喂，雅雅。陈浩的声音听起来很着急。我妈住院了。住院了？怎么回事？我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。她突然晕倒了，说是心脏问题，现在在市中心医院。陈浩的声音里透着焦虑。我爸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们得去帮忙。我沉默了。6年来，婆婆从未主动联系过我们，甚至没问候过小新一句。
过年去看望时，他也总是一副冷淡的样子，仿佛我们欠他什么似的。你去吧，我在家照顾小新。我最终说道。雅雅，她毕竟是我妈，现在身体这么不好，你也一起去吧。陈浩恳求道。带上小新，让她见见奶奶。我想起当年坐月子时婆婆的照顾，想起她当着亲戚的面贬低我，想起她翻脸不认账要回钱的事情，心里一阵抵触。我不想去，我直截了当地说。雅雅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妈现在生病了，需要人照顾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爸又不会做这些。陈浩的语气软了下来，就当是帮我一个忙，好吗？我心软了一瞬，但很快又坚定起来。你记得当年我坐月子时，你妈是怎么照顾我的吗？你记得她当着亲戚面说我的那些话吗？你记得她要回那10万块钱时的样子吗？我现在就必须得去吗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人有危难时不能记仇啊。陈浩叹了口气。雅雅，就当给我个面子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一凉。6年来，我以为陈浩已经明白了什么是家庭的核心，什么是夫妻间的信任与支持。可现在看来，在他心里，我的感受永远比不上他母亲的需要。好，我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会去照顾你妈。我的声音很冷静。你要去，我不拦你，但别指望我会因为她生病就忘记过去发生的一切。她是我妈，我的亲妈。陈浩几乎是吼了出来。你就不能体谅我一次吗？那谁来体谅我？我反问道。我不是说不让你去，你可以去照顾她，但别拉上我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，最后陈浩疲惫地说。雅雅，我不想吵，我妈现在确实需要人照顾，我会去医院。你好好想想吧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心情无比复杂。那晚我睡在客房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第二天一早，陈浩就出门了，连招呼都没打。我送小新上学后，去了公司。中午，陈浩发来信息，医生说我妈需要有人24小时照顾，我爸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只能请长假了。我没有回复。下午，公司开完会，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。我向老板请了2周假，说有急事需要处理。放学后，我接上小新，直接去了机场。妈妈，我们去哪里？小新好奇地问。我们去旅行，好久没带你出去玩了。我微笑着回答。想去海边吗？太好了！小新欢呼起来。那爸爸呢？爸爸有事，去不了。我简单回答，拿出手机给陈浩发了条信息。我带小新去厦门旅行2周，你专心照顾你妈吧。然后我关掉了手机，牵着小新的手走向安检口。厦门的海风带着咸咸的味道，吹散了我心中的郁闷。小新在沙滩上欢快地奔跑，阳光洒在他的笑脸上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。2天后，我终于打开手机，发现有20多个陈浩的未接来电和无数条信息。最新的一条是：钟雅，你太过分了，带着孩子说走就走，连招呼都不打。我妈病得这么重，你不来帮忙也就算了，还把孩子带走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冷笑一声，回复道：我带自己的孩子出去旅行，需要向谁打招呼？当年我坐月子，你妈把我照顾得那么糟，我一句怨言都没有，你却要求我必须去照顾她，这公平吗？很快，陈浩打来电话，我走到阳台上接了起来。雅雅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人总是要向前看的。陈浩叹了口气，再说，我妈这次是真的病得很重，医生说可能挺不过这个月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么严重？心脏问题，需要做手术，但风险很大。陈浩的声音哽咽了。雅雅，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，他
她毕竟是我妈，是小新的奶奶。如果真有什么意外，你和小新连最后一面都没见，你不会后悔吗？我一时语塞。是啊，如果婆婆真的走了，我是否会因为没让小新见最后一面而愧疚？我需要考虑一下。我最终说道。我和小新的行程安排好了，至少要晚几天，我回去再说吧。那什么时候回来？陈浩的声音有了一丝希望。3天后，我说完挂断了电话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带着小新游览了厦门的各个景点，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。每天晚上，我都会思考陈浩的话。婆婆确实对我不好，但如果她真的病危，我是否应该放下过去的恩怨？第4天早上，我和小新搭乘航班返回，陈浩来机场接我们，脸色憔悴，眼睛布满血丝。手术定在什么时候？我直接问。后天。陈浩紧紧握着方向盘。雅雅，我不强求你去医院，但能不能让小新去见见他奶奶？万一有什么意外，小新以后长大了问起来，我们也有个交代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点头。好，我带小新去，但我有个条件，如果你妈还是对我不尊重，我会立刻带小新离开。好，谢谢你，雅雅。陈浩长舒一口气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。第2天上午，我带着小新来到医院，婆婆躺在病床上，比6年前苍老了许多，脸色苍白，手上插着各种管子。看到我们进来，她微弱地笑了笑。小新，过来，让奶奶看看。她向小新招手，小新有些害怕，躲在我身后。我轻轻推了她一下。去吧，那是你奶奶。小新慢慢走到床边，婆婆颤抖着手摸了摸她的头，长这么大了，真好看。然后她看向我，眼神复杂。钟雅，谢谢你带小新来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钟雅，我知道这些年我对你不好。婆婆的声音很微弱。当年给你们的那10万，确实是给你们养孩子的，不是借的。我那时候太生气了，我有些惊讶，没想到婆婆会主动提起这事，还承认了错误。我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，对你也有很多不公平。婆婆继续说，眼里泛着泪光。现在想想，真是不应该。我的心软了下来。妈，过去的事就过去吧，您好好养病，小新还等着您叫他包饺子呢。婆婆勉强笑了笑，希望还有机会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皱起眉头，捂着胸口，脸色变得铁青。我急忙按呼叫铃，医生护士冲进来，把我推到门外。几分钟后，医生出来告诉我们，婆婆心脏病发作，情况不太好，需要提前手术。成功率有多少？陈浩紧张地问。现在情况比预想的复杂，成功率不超过30%。医生严肃地说，但不手术的话，恐怕熬不过今晚。你们需要做决定。陈浩和公公对视一眼，同时点头。手术吧。接下来的6个小时是我们一家人最煎熬的时刻。小新被送回了家，由邻居照顾。我、陈浩和公公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。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，医生走出来，脸上带着疲惫但欣慰的表情。手术很成功，病人情况稳定。不过接下来1周是关键期，需要密切观察。我们都松了一口气。随后的几天，我们轮流在医院照顾婆婆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婆婆对我的态度彻底改变了，变得温和有礼，甚至会主动问我工作辛不辛苦，需不需要喝水。1周后，婆婆转入普通病房，情况明显好转。这天晚上，陈浩去家里接替照顾小新，我一个人在病房陪婆婆。钟雅，这些天辛苦你了。婆婆突然开口，
我知道你和小新本来在旅行，为了我提前回来，没什么，您身体重要。我礼貌地回答。2周后，婆婆康复出院，我们安排她在我们家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，这样她既能经常见到小新，又不会干涉我们的生活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婆婆这次似乎真的改变了，不再颐指气使，也不在亲戚面前说我的坏话，反而经常夸我工作能力强，照顾家庭周到。她还主动提出每周照顾小新2天，让我和陈浩有时间约会。最令我惊讶的是，她竟然去参加了烹饪班，学习如何做健康的家常菜，还特意向我请教小新的饮食喜好。有一天晚上，陈浩突然对我说：“雅雅，你发现没有，我妈这次生病后，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”我假装思考了一下，是啊，可能大病一场，人的想法会不一样吧。我妈以前脾气那么倔，现在居然能主动认错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陈浩笑道。今天他还跟我说，当年要回那10万块钱是他不对，现在他有退休金了，想每个月给小新一些零花钱，算是补偿。我微笑不语。虽然婆婆最初的动机不纯，但至少现在她是真心想改变。或许有些时候，结果比过程更重要。这天婆婆在家吃完饭，她握住我的手，钟雅，这些年我对你真的很抱歉。当初我嫌弃你工作，是因为我年轻时想工作却没机会。我说你不会带孩子，是因为我自己当年也不会。被婆婆骂了很多年，我要回那10万块钱，是因为我害怕你们有了孩子就不理我了。我所有的刁难都源于我自己的不安全感。我惊讶地看着她，没想到她能如此直面自己的问题。我明白了，我轻声说，有些恩怨其实源于误解和不安，而非恶意。是啊，婆婆苦笑道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想要被爱，首先要学会去爱；想要被尊重，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。就这样，我们家迎来了新的开始。婆婆每周会来住2天，帮忙接送小新上下学，教她画画、包饺子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她真的变了，不再指手画脚，反而经常征求我的意见，学习现代育儿理念。有一天晚上，婆婆帮小新洗完澡后，坐在客厅里对我说：“钟雅，谢谢你还能原谅我。如果不是你给我机会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和好。”妈，家人之间不需要说谢谢。我真诚地说，我相信人都有改变的可能，包括我自己。我以前可能太固执，不够包容；您以前可能太强势，不懂尊重。但我们都在学习，都在成长。婆婆点点头，眼中含泪。你知道吗？我年轻时也像你一样要强，但那个年代不允许女人有自己的事业。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，所以对他管得那么严。后来他娶了你，我害怕失去他，就把怨气撒在你身上，实在太不应该了。我能理解那种感觉，我微笑道。我有时也害怕小新长大后不再需要我，但我明白，爱不是控制，而是支持和尊重。你说的对，婆婆感慨地说。我现在才明白，真正的家人关系不是占有，而是彼此成就。陈浩端着水果走过来，听到我们的对话，欣慰地笑了。看来我家2位最重要的女人终于和平共处了。我们3人相视而笑。窗外夕阳西下，温暖的光线洒满客厅。小新在房间里快乐地哼着歌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满足。家不是没有矛盾和冲突的完美殿堂，而是可以包容错误、允许成长的避风港。每个人都有权利犯错，也有机会改变。重要的是，
我们能否在冲突中学会理解，在伤害中学会宽恕，在误解中学会沟通？那10万块钱的风波，那场闹剧，都成了我们家庭成长路上的一部分。他们提醒着我们，家人关系需要经营，需要尊重，更需要真诚。而现在，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真正的成为一家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